小何，你也太大胆了，冯曹院你都敢救？冯曹院明显是被冤枉的呀。马胜遗书并无实证啊。我要是能拿到授权，让我放手去查，我告诉你啊，不出旬日，我必查他个真相大白。你想的也太简单了，成都的风向都变了。我跟你说，这样的越计较越不可能让你循序来查，这道理你不懂啊。唐明兄，冯曹院待你不薄吧？你就眼看着他掉井里撒手不管了？不是我，废话少说，事已至此，上不上船吧？你，说吧，让我干什么？今天晚上送东头出城。不能让任何人察觉。今天晚上？对，就今天。你知不知道李曹院已经指挥了马岱将军，全城戒严，搜捕越狱要犯，一只鸟都飞不出去。这我可不管啊！谁让你是军谋司呢？必须你来想办法。哎呦！撤！高四卫靠得住吗？曹院放心，我跟唐炳交情深厚，此人大小分得也很清楚。我让他去的，过去他能够疯。要说办法，倒还真有一个。说说。马岱将军和紫烟阁的老鸨颇有深交，每到月进夜，必邀请紫烟阁的乐姬到阳平关去劳军。今夜刚好是月进夜。马岱将军负责汉中守备，而南郑守军刚好是他所部。这方法行吗？行啊，太行了啊！不愧是军谋司高司卫啊！我跟你说，这招要行，还得你荀司卫搭把手。我怎么搭手啊？让盯这么死？要不是尹吉让你来探我口风，我连你那儿都去不了。不是让你动，让你捎个口信儿。捎什么口信啊？紫烟阁，紫烟阁我从未设。装，还给我装是不是？你从五都救回来的那个女子，现在可是紫烟阁的首魁。你当我们军谋司干嘛吃的？早就给你记下来了。军谋司真闲得没事儿，你记这个干什么呀？我不记，我能帮得上你吗？你拿这个去找柳姑娘，她会帮你。哟，病情信物啊！这个不对。蜀军的守备队啊，在此设了3道防线，进出山坳只有这一条通道。要是有进入这些关卡的口令跟兵符就好了。守备和兵符经常随机调换，即使拿到了，也有可能出错。那烛龙可能帮我们忙吗？烛龙所爱图纸和钥匙，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。对了，这个就是打开存放弩具图纸石库的钥匙。有了这把钥匙，又多了3分把握。你们就从这儿跳呀。明白。
如果进出的难题解决了，那剩下的就是在总政部内的行动安排了。有方案预演吗？有，演练过多次。来，糜先生，请看。正门进入以后啊，有5重院落，主祭室呢在最后的1重院落当中。弩机的图纸就存放在主祭室后的密室当中。主祭室有守卫吗？有，但主要的兵力啊都在外面的3道防线，真正进入主祭室的兵力并不多，大约不超过10个人。那这样看来，需要一支精锐小队了。得手后，你们从后门出去，后院是一片空地，蜀军常在此练兵。再往后就是悬崖峭壁，并无蜀军把守，可称之为天堑。大哥，这精锐小队跟我们一起进去，最后也只有2人可以出来。咱们5000道的教众都是死士。清平计划呢，事关国运，这是必要的代价。朱雀就由你2人携带，带图纸离开。我在想啊，这一旦行动，它必定会惊动这些军纪司里面守备的蜀军。我们行动快一点，这图纸拿出来不难。但如果蜀军一旦发现这图纸丢失，他一定会把整个山给封锁起来。我担心我们就算是安全的降落了，也未必能把这图纸带出来。接下来就留给朱龙了。你2人只需将图纸带离军纪司总承部，放置在指定地点。朱龙会亲自前往定军山，拿到图纸，传达到天水。指定的地点在哪儿？这个我也不知，他还未告知。那最后要考虑的，就是这个朱雀能否将我和糜先生安全地落在指定位置。万一要在空中，多想无益，现在只能靠朱雀了。我也会亲自上。我见到的道友都是死士，我糜某人也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放心吧。先帝果真英武，如此一来，清平计划就算是完整了。那大哥，什么时候开始啊5日后行动，以朱龙信号为准。好。属下梁简，见过郡守。梁简，2件事情。糜司马呢，已经到汉中了，整合5000道教众，可能有一段时间不会回来。这段时间，建军司的职责，你要担起来。是。哦，对了，忘说了，那个，陈主不死，死在了阳平关。陈主簿一世英雄，可惜了。一世英雄。他是白帝。陈宫是白帝，糜司马是对的。哼，没错，是没错。蜀国司文曹已经将这个身份解密，很多渠道也佐证了这一点。不过这不耽误清平计划，清平计划还可以继续。杨戬。好好干。属下惶恐，自当尽力。
然后第二件事，第二件事儿，有人要来接替我。我要走了。郡守去哪儿？郭都督对我另有安排吧。押送长安，褫夺官职。走了。哎，下雨了！过来，刘姑娘，告辞了。哎，出来了。撤！撤！前面就是城门了。行，老赵，又是你。马岱将军的朋友，去阳平关，老规矩了，1个月去1次，您帮忙。听说今晚啊，魏延将军也来。行，来，放行。等会儿。殷四卫，这是阳平关马岱将军的客人。谁都不行，凡出城者一律严查。是。哟，殷四卫。柳姑娘，这柳姑娘可是马岱将军指名要的人，怎么，殷四卫需要她下来搜身吗？后面这马车也得查啊，严防夹带。是。放行。进来。走，撤，撤，撤。一个冯英都管不住，李汉南还能干点什么？南郑已全然封锁，司文曹、汉中驻军和南郑府衙都出动了，冯英未必能脱离掌控。未必。
已经脱离掌控了。多亏我当时留了一手，没把他的想法禀明圣上，否则案子翻过来，怎么办？将军说的是。今日朝会，陛下是什么意思？还是那样，生意难测呀。明天是这次朝会的最后一天了，南战北伐，总该有个结论吧？诸葛亮支持者众，争辩激烈，结局还很难测呀。难道这次弹劾又是无疾而终吗？不好说。禀将军，汉中冯英求见。谁？司文曹曹院冯英。哼，冯英比我想象的聪明。你先让他进来。将军，我要自己会会他。是。属下冯英拜见骠骑将军。你是通缉骸骨的逃犯，见我何干？你应该去廷尉署自首。蔑视白帝密语雕版，谋杀静安寺廖会一案，纯属李淼陷害。将军明鉴。是吗？天下冤案何其多，口说无凭嘛。属下有证据。证据？请将军过目。匪夷所思，一派胡言。马胜所记与案情环环相扣，绝非臆造。你有实据吗？李汉南人品端正，岂能丧心病狂，设局陷害同僚？只要将此证据交予廷尉署，朝廷派员彻查，自然能还属下清白。哼，你是杨仪的人，为何不将此物交予杨仪？岂不皆大欢喜？我冯英堂堂朝廷官员，并非杨仪的人。属下冒死觐见将军，有心腹之远相告。你说，属下获此证据，其实已无性命之忧。但此事如何善后，却有两条路可选。是吗？将军以呈上街亭之事为契机，整合有识之士，阻挠北伐，清洗朝中附议北伐宵小，掌控司文曹，以杜绝隐患，功绩斐然呐。如果此证据一旦交给杨仪，那将军之前的所有付出，不免付之东流。接着说。杨仪心胸狭窄，为人跋扈，也绝非善类。
且我大汉积贫积弱，丞相坚持北伐，于国不利。所以呢，属下不愿将军多年策划毁于一旦。军头，冯曹院这会儿应该已经到成都了吧？宵禁仍未解除，应该一切顺利。咱得好好谢谢高侍卫啊，关键时刻得其大助。哎，军头，你怎么就算到高侍卫会帮这忙呢？你说说啊，高侍卫这个人有什么特点？谨言慎行，条理清晰，大局观强。子明啊，看人还是浅了。那还请军头指教。为人谨慎，从不轻易表态，这点你说对了。但有一条最根本的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他这个人最终都会站在胜利者那一方。我们拿到马胜绝笔，已然立于不败之地。案情实证都不值得一提。李淼身败名裂，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。他这个人为挟一己私愤，报复杨野，威胁马胜残杀廖慧，简直罪无可恕。廖慧一直视你我为兄长，他是为国捐躯，是英雄。可主落案调查仍限于你的。我总觉得这一切背后都有朱龙的影子。属下的拳拳之心，天地可见。既然如此，冯曹院这份心意，我收下。这是冯某的荣幸，只是有个疑惑：我初到南郑，3邀4请，为何冯曹院就是不肯登门呢？将军，这天下良禽都知道择木而栖，只有在将军最需要的时候，才能体现出属下的价值。那冯曹院何以认为我现在就是最需要你的时候呢？将军的治蜀方略，和丞相是南辕北辙，天下皆知。此番丞相北伐兵败皆体，正是将军发难之讯的千载良机。但惜乎丞相经营多年，朝中势力是盘根错节，急切难以动摇。所遣李淼掌握了司文曹，虽极尽挑拨拉拢之能事，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，而不得不筹划这出栽赃叛逆的拙劣伎俩。将军，属下胡言乱语，冒渎军威，还请将军海涵。接着说。如今将军纠集川中士族门阀，弹劾丞相，有进无退，成败在此一举。然后呢？如果
如果这时属下拿出杨仪勾结汉中五仙道、养寇自重的铁证，那想必对将军大有裨益。冯曹院，请坐。谢将军赐座。我道汉需要的，正是邵敬这样的忠克之臣呐。属下愿尽绵薄。你喝一点酒啊，我还能喝，我也再能喝。你就是看不起我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我秦泽何等样人，怎敢对你不敬？我就还能再喝。你那，这咱俩回屋。糜先生，秦长老，拜见圣姑。拜见圣姑。糜先生，我打着亮送你回去吧。没，我送糜先生回去。我们秦长老，我看你是喝醉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在下失礼，有劳圣姑了。有劳圣姑了。糜先生，我看你也喝醉了，我送你吧。你和荀彧有固定的联络方式吗？有，就在这2天。最后时刻，抓住烛龙，需要他的配合。明白。我会把前后步骤都告诉他。另外，你去抓烛龙的话，身边还有黄玉的人，你自己没问题吧？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糜先生，你到了。我有东西要给你。什么东西？黄玉的火塘中捡的，烧到只剩半块了，是烛龙送过来的。上面写了一些数字，我看不懂。多谢圣姑。糜先生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圣姑慢走。丞相，朝会这么早就结束了？结束的早，证明有了结果。是李岩的弹劾撤回了吗？启禀大将军，司文曹李曹院已在行辕恭候多时了。大将军到了吗？大将军在更衣，还请李曹院稍后。
守义兄，汉南，大将军召见吗？大将军旅途劳顿，歇息了。守义，救我呀！守义，救我！汉南，何出此言啊？冯英越狱期间搜捕未获，恐怕已潜逃成都，投奔杨仪去了，坏了将军的大事，是小弟我。汉南，你多虑了。李岩又提供了新的证据，是斯文曹冯英的案子吧？哎呦，李淼这个人啊，就是个疯子，他弄出来这个案子啊，简直就是笑话，漏洞百出啊！李岩指控斯文曹在你的管辖期间，纵容五仙道做大，拥寇自重。什么？冯英交给李岩一批档案。11月26日，斯文曹的巡查记录上有你的批示。记录里显示有一男一女五仙道教徒进入到王平将军府邸，谈话内容不详，月不上，这是你的批示。斯文曹也就按照你的批示，没有按规矩上报，直接归档了。为什么？王平将军是丞相的嫡系，我担心这些消息万一流传出去，对丞相不利。但李岩的解释不是这样。李岩认为，你是在故意掩盖军方跟五仙道的秘密接触，甚至暗中保护，以至于如今五仙道有壮大之势。曹魏的建军司也和五仙道合流，说到底，你都是魁首啊！丞相，冯英如果想要反水，李岩拿到这些证据，那是易如反掌啊！陛下已经下令荡平五仙道了。至于你，褫夺官职，非为庶民。丞相，你的好处不必说，但是你这个人格局太小，生性浮躁。趁这段时间多读读书吧，对你有好处。杨仪去职，那等于斩断了诸葛匹夫一臂呀！杨仪非为庶民，汉南也算是大仇得报了。一报还一报，杀难解我心头之恨。将军对你很是称赞，这里头有你的功劳呀！哎呀，岂敢！没耽误将军的大事就好。这次弹劾成功和丞相北伐斯文曹魏谍案并无关系。那是什么罪名？杨仪暗中资助五仙道，养寇自重，不断扩大斯文曹权力。李岩将军掌握了真凭实据？当然，陛下震怒，下之剿灭。那冯英一案，冯英跳梁小丑，不足挂齿。此案来龙去脉，大将军全然知悉。朝会陛下质询，大将军帮你都遮掩过去了，还特意叮嘱我，让你放心。汉南，大将军还要倚仗你，打好剿灭无间道的这一仗呢。请大将军务必放心。李汉南。
肝脑涂地，不足报将军恩义与万一。牺牲杨仪，丞相呢反倒是减轻了一份压力，也算是我们这些做老部下的对丞相尽的一份心吧。冯曹院于夹缝中还能做到如此顾全大局，方言两川也只有曹院一人而已了。你就不要给我戴高帽了。这投靠李严，我冯英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那李严将军打算怎么处置西头？李淼是丞相妻子，李严将军收来，安插在司文曹。他要是报出仇恨，那李严将军岂不脸上无光？可义庄案子闹得满城风雨，就这么算了？太过于儿戏了吧？不是让他主持剿灭五仙道吗？我军凯旋之日，汉南会是英雄。如此处置吗？那李严将军未免也太凉薄了吧？凉薄？能做上如此高位的人，哪个是心慈手软的呀？我特意向李严将军举荐啊，这件事情由你来办，最是稳妥。我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这人呢，总不能一直是脚踩两只船吧？办妥此事，汉南那套房子也是你的。你是司文曹资历最深的，也该换间房子。打扰二位将军了。二位可要小女吟唱一曲，饶这两心。好，今日与冯曹院有要事商议，改日再领教姑娘的雅奏吧。那小女先行告退。是这个姑娘上次救的我吧？正是这个柳姑娘。难得，这江湖之中，配有如此知礼侠义之女。是啊，上次若不是柳姑娘仗义相助，曹院如何脱困，还真是一桩难题呢。我想，抬举他一场富贵，我要让他知道这行走江湖，善有善报的道理。虽说柳姑娘帮过曹院，但说到底，她不过也是一个江湖月姬。曹院为何如此在意呢？你是有所不知，李严将军颇有雅号，热衷音律之学，造诣很精湛。倘若如此，倒不是个一手妙棋。
对了，孙令怎么办？这个人骨头硬得很，为了您一句不着，吃了不少苦了。辛德呢，为人浮躁，受点磨练也是好事儿。等我的事一了，他便没事了。记住啊，小口是个直肠子，千万不能跟他说实话。小口要跟起来，告诉他我下落不明即可。冯曹院走了，高思威要不要进来歇息会儿呀？好。